百期详解紅白機全遊戲巡禮。大家好，我是雷文。最近在做這些老遊戲的時候，對開發成本比較感興趣，就查了一些相關的內容。當年 FC 遊戲的開發成本大概從幾百萬到幾千萬日元不等，體量小的遊戲團隊就只有幾個人，一般幾個月的周期就能完成，還有些歐美的垃圾遊戲幾周就幹完了。當時的大作開發團隊10幾個人就算比較多的，要是超過1年的開發周期，成本會幹到大幾千萬甚至上億日元。即便這樣，相比現在的開發成本也不算多大的事兒。不過還有一點，當年的卡帶生產要由任天堂安排，還得提前付款，一張卡带的成本幾千日元，備1萬份的貨就得幾千萬，不管預付多少都是相當占用現金流的，這就把很多的小廠直接攔在了門外。而且备貨數量不好掌握，要是庫存多了賣不出去就砸在了手裡，損失真金白银；要是备少了，下次生產還得等老任重新排期，极有可能錯過最佳的銷售时间。也難怪現在的廠商都青睞數字版， NS2 的鑰匙卡更是被各個大廠當成了救命稻草。好了，回到今天的主題，來看1990年4月發布的遊戲。雙重挑戰，也翻譯為你能我也能。這款由 Rare 開發 GameTek 發行的美版遊戲改編自同名的電視節目。電視節目的首播時間是1986年，起初面對的對象是美國國內的兒童和青年群體。兩隊選手通過回答趣味問答題和完成特定的運動挑戰來爭奪現金和獎品。節目改編的相關遊戲最早的一版1988年發布在 MS-DOS 和 C64 兩個平台，後來移植到了 NES 主機上。基本的規則和電視節目一致，但由於真人節目裡的運動項目在遊戲中無法還原，所以這個部分做了一些替換。進入遊戲後，選擇參賽的人數，然後是3個可選的難度級別，再設置姓名和角色形象。2個選手組成一隊，2支隊伍進行對戰。按照節目規則，一開始2隊挑戰運動項目，遊戲裡變成了目標投掷的小遊戲，將雞蛋扔到小丑的嘴裡。畫面的下方有滾動的量表，通過合適的時機按下按鍵控制投掷的速度和角度。獲勝的隊伍贏得初始獎金，並得到優先的控制權。接着屏幕上出現問答題，有優先權的隊伍作答。倒計時結束前，在幾個選項裡選擇答案。如果沒有把握答對，可以選擇最下面的一項 Dial， 將問題拋給對手來回答。如果對手答對，將獲得雙倍獎勵。對手也可以選擇不回答，再次將問題拋回給有優先權的隊伍。這就是所謂的 Double Dial 雙重挑戰，獎金變成4倍。這個時候只能作答或者進行運動項目的挑戰。運動項目除了前面的扔雞蛋，還有其他的幾種，像是用褲子接住派、迷你高爾夫、扔保齡球、用水球投籃等等。這些迷你遊戲的玩法大部分都差不多，每一輪要回答10道問題，經過2輪答題後，累計獎金高的隊伍進入第3輪障礙賽，這是挑戰大獎的環節。這個環節在遊戲裡，方向鍵控制角色通過障礙，按 A 鍵跳躍並獲得旗幟，然後和隊友接力，在倒計時內完成全部的挑戰項目就能獲得大獎。獎品包括了手錶、隨身聽、小輪車、遊戲機等等。這部作品原版電視節目的精華在於各種趣味運動的挑戰項目，在這期視頻的開頭也有播放，但由於無法在遊戲內實現，替換成了其他的迷你遊戲，而且遊戲性不高，操控也比較差，讓本作成為了一個失敗的電視節目改編。個人評價2顆星。毀滅的斯邦迪納斯，由万代發行的一款美版獨佔的平台動作射擊類作品。NES 主機在北美市場的保有量達到一定的量級之後，除了任天堂之外的這些日本廠商也更多的關注北美市场，像万代和科乐美在這個時期都有一些美版獨佔的遊戲推出。故事設定在叫做斯邦迪納斯太陽系的人造星系，行星的中央生命維持系統的電腦被病毒感染，行星的表面也被機械恐龍佔領。玩家扮演的普羅透斯教授意識到是他以前的合作夥伴布拉紐斯博士釋放的電腦病毒，於是普羅教斯教授駕駛着他潛心研發的終極機械恐龍賽博龍開始戰鬥。遊戲是典型的橫版動作射擊的類型，但本作的特點是由控制人類戰鬥和駕駛機械恐龍戰鬥2大部分組成。這2部分的內容玩法都差不多， A 鍵跳躍，B 鍵攻擊，畫面頂部從左到右依次顯示關卡數，
2個大長條，上面的一行能量值相當於血槽，下面一行是防護的屏障。右上方是當前特有的武器類型和等級。在駕駛機械恐龍的部分，一開始使用拳頭擊打敵人，消滅敵人後有時有物品的掉落，有可能獲得不同的射擊武器，有4種類型，分別是發射火球、噴射飞拳、激光光束和扔炸彈。如果連續獲得同一種武器類型的道具，提升威力的等級最高到3級。如果拿到其他不同類型的武器，會被替換並降到1級。這幾種類型的武器升級基本上都是增加同時發射子彈的數量。另外，字母 E 的能量罐補充能量，字母 B 的能量罐補充防禦屏障。在人類戰鬥的部分，一開始就能用槍朝3個方向發射子彈，通過獲得带有字母 P 的能量罐提升武器的威力。人類狀態下，字母 E 的能量罐也是補充能量。總共有7個關卡，分別對應斯邦迪納斯星系的7個不同星球。除了遊戲開始，主角要先登陸到賽博龍，每關的流程都是一樣，要先駕駛賽博龍在行星的表面戰鬥，敵人大部分都是各種機械恐龍。這個時候能看到畫面的上方有一個藍色的衛星一直跟隨，按選擇鍵有一次全滅屏幕敵人的機會。接着進入內部的區域，衛星消失，在這個場景的末尾擊敗一個 BOSS， 通常是體積更大的恐龍。之後主角會離開機體，潛入人工智能的中心，關閉被感染的生命維持計算機，然後逃離該區域，返回賽博龍，駕駛機體前往下個區域。這款遊戲在開發時2種模式的設計構想還不錯，太空氛圍和機械世界的營造也有些意思，但完成度太差了。2種模式差異不明顯，關卡設計也很單調，不同的關卡重複度太高，遊玩樂趣不足。個人評價2顆星。捉鬼敢死隊2，也翻譯為魔鬼克星2，由動視發布，改編自1989年的熱門同名電影。在第13期介紹過捉鬼敢死隊的1代，那是一款公認的垃圾遊戲。89年電影的續作上映後，動視依然擁有這部的授權，趁着電影的熱度，再用遊戲來圈一波錢，屬於他們的常規操作了。本作只發行了美版和歐版，沒有日版。在90年底 ，HAL 又推出了另一款新捉鬼特工隊2代。到時候再來介紹。遊戲裡的故事是捉鬼大隊與邪惡的維哥戰鬥，拯救處在水深火熱當中的紐約。在開始和遊戲過程中，偶爾會出現簡單的劇情畫面，維哥會出來放2句狠話。本作大部分是橫版動作射擊的形式，一開始控制捉鬼大隊的隊員，畫面從右向左滾動，操作有些特別，左右方向鍵移動人物 ，A 鍵跳躍，跳躍的動作有些怪，而且只能向前方跳。B 鍵發射粘液炮，只按 B 鍵会朝一個固定的方向射擊，通過方向鍵上和下調整發射的角度。按下開始鍵放置一個捉鬼陷阱，能將鬼魂吸進去。畫面左下方顯示抓鬼的標誌，收集20個符號獎勵一條生命。一段場景後切換到駕駛車輛戰鬥，這個時候上下方向鍵是變道，左右方向鍵加減速度，也可以發射子彈和跳躍。跳躍主要是為了躲避地面的陷阱。還有綠色和橙色的道具可以升級武器，以及一次性全滅屏幕的敵人。駕駛車輛和控制隊員的關卡場景交替進行，通過幾關之後發生一段劇情，4名隊員來到自由女神像內，接着是一個控制自由女神像的射擊關卡。這個時候用自由女神像的火炬之力攻擊，方向鍵上和下調整瞄準的方向。綠色書本圖案的道具是炸彈，能全滅屏幕上的敵人。控制自由女神像的戰鬥會持續很長的時間，完成這個部分之後就是最後一關，進入室內。這個場景要分別控制4名隊員到達維哥的巨幅肖像前，相當於要重複挑戰4次，難度依次遞增。集結全部4名隊員後一齊射擊，遊戲通關。很明顯這又是一部粗糙的電影改編遊戲，不過相比於前作，至少本作在操作上還是比較流暢的。背景音樂用的是電影原版的主題曲，其他就沒有什麼優點了。內容單調，遊戲性欠佳，個人評價2顆星。伊凡超級越野賽車由 Rare 開發 ，TradeWest 發布的一款賽車類作品，是一個街機的移植版。街機原版當年相當的火爆，1989年由 TradeWest 的子公司利蘭開發。
遊戲由職業越野賽車手伊萬·斯图瓦特擔當代言人。移植版還登陸了多個電腦平台，主機端除了 NES 版，還有 MS、MD、超任等等，還有掌機平台 Game Boy 等版本，差不多能上的都上了。NES 的這個版本支持4人對戰，超過2個人就要用到專用的擴展外設。比賽開始前設置姓名，選擇代表的參賽國家，以一個斜向下的俯視角呈現，4輛越野車一起比賽。方向鍵控制轉向 ，A 鍵加速 ，B 鍵使用氮氣加速，能瞬間提升速度。使用氮气時需要同時按住 A 鍵才有效。畫面頂部中間的方塊內有4種不同顏色記錄的數字，上面一排是4輛賽車當前完成的圈數，一場比賽跑5圈。下面一排的數字是剩余氮氣的次數。泥濘的賽道上布滿了凸起的土坡、坑洞等各種障礙，這些障礙讓車輛彈來彈去，影響速度和操控。因此，比賽選擇合適的路線非常的關鍵。在場地上有時會出現道具，金錢符號的道具獲得數額不等的獎金，另一種是增加氮氣使用數量的道具。完成比賽後，根據名次也能得到對應的獎金，積累的金錢在後面可以購買升級。升級道具包括了氮气加速的次数，最高到99。下面的4個升級項目分別是增加抓地力的轮胎、減少顛簸的减震器、更快的加速度和更高的最大車速，每一項都可以升6級。游戲裡總共有8條賽道，但有10幾種不同的模式，連續獲勝可以一直打到99關。NES 的這個移植版素質還算不錯，接近原版的遊戲精髓，賽道和操控的感覺都有體現。不過相比其他家用機版本內容較少，唯一的一個優勢是當年可以4人對戰。個人評價3顆星。星際彈珠台由 Rare 開發，任天堂針對歐美市場發布的一款彈珠台遊戲。這款遊戲和1986年威廉姆斯公司推出的實體彈珠機的桌面採用了同款設計，因此也可以說本作是一款移植作品。威廉姆斯的這台機器當年在北美非常的流行， NES 版本忠實還原了彈珠機的部分玩法和畫面，同時還加入了新的元素。基本的規則和其他的彈珠台游戏一樣，擊中各種目標獲得分數，但本作是一個星際旅行的主題。彈珠台的正中間有一個太陽系的圖案，要從最遠的冥王星上的一個點亮標記開始，通過擊中各個目標推進位置，逐步往太陽的位置靠近，到達太陽系內的各個行星。基本的操作除了方向鍵和 A 鍵分別控制左右擋板， B 鍵發射彈球之外，還可以通過按選擇鍵和開始鍵左右搖晃彈珠台，有時可以改善球的彈跳效果，避免球滾落，或者延長在得分點的停留時間。彈珠台的桌面只有不到2個屏幕的大小，來到上半部分時畫面會分屏顯示，一開始可能有些不習慣。此外就沒有其他的單獨隱藏屏幕或者小遊戲。這個彈珠台的變化主要集中在中間太陽系圖案的上方，不同顏色的5×5方格這裡。當點亮了全部的25個方格之後，桌面頂部的遮罩打開，將彈珠分別送入打開的左右2個通道內鎖定，就能同時擁有2顆彈珠。如果在這個多球模式下完成太陽的獎勵，會升級彈珠台。桌面的形式不變，但配色發生變化，相當於進入了下個關卡。之後桌面上會出現不同類型的敵人對彈球造成干擾，有的敌人會把球吞進去，有的還會發射導彈。為了增加難度，到後面的彈球還會改變形狀，變成三角形、方形等等，這樣的情況會更加難以控制。總共有6個不同的桌面配色，相當於6個關卡。這款遊戲當年在北美獲得了極高的評價，主要是它忠實還原了實體機台的一些特色。要通過虛擬的程序設計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而且球的模擬效果做得不錯，還新增了敵人和變形彈珠這些元素。不過對我們來說，大部分人並不了解當年的實體機器 ，get 不到技點在哪裡，而且現在看這種燈光效果就顯得有些簡陋了。個人評價3顆星。合金裝備2：斯內克的復仇。科乐美開發，由他旗下的子公司 Ultra 發行，紅白機上合金裝備的第2部作品。第一作的發行時間是1987年12月，在第31期節目裡介紹過。本作主要面對歐美市場的玩家，只發行了 NES 的版本，沒有日版。而且和紅白機上的第一作一樣，NES 的這款2代小島秀夫依然沒有參與制作，
由科乐美另外的团隊開發。在同一年的7月份，小島親自負責製作的2代合金裝備2索利德斯內克發布在 MSX2 平台。故事發生在初代事件的3年以後， Boxhound 發現中東某個敵對國家可能已經掌握了合金裝備的設計圖，正在秘密地研製新型號。負責摧毀合金裝備的特工 Snake 奉命率領一支3人的小隊前往敵方基地，執行代號為747的行動任務。另外2名同伴是前海軍情報特工兼滲透專家約翰特納，以及前海軍陸戰隊的隊員武器爆破專家尼克麥耶。遊戲的系統和玩法與初代基本相同，在多個固定的屏幕之間移動，要在不被敵軍士兵或者是監控設備發現的情況下潛入敵方的據點。在推進的過程中收集各種武器裝備，像是槍械、爆炸物和口糧。想要解鎖進入新的區域，需要獲得對應的鑰匙卡。如果被敵人發現，將進入警戒狀態，敵方士兵會進入屏幕攻擊主角。要擊敗一定數量的敵人，或者前往其他的區域，才能回到潛行的狀態。這一座開局自帶一把小刀和手槍。Snake 的最大生命值和負重能力取決於軍銜，和前作一樣，用五角星表示，顯示在畫面的左下方。最高軍銜為6顆星。通過解救散落在各個區域的人質提升軍銜。在某些房間裡遇到敵方的軍官，可以使用吐真劑審問他們。成功審問和解救人質有一樣的效果。無線電系統依然存在，但不需要像前作那樣調頻率，可以直接選擇聯繫的對象。警戒模式下，無線電不能使用。遊戲的場景有叢林、倉庫、貨船和火車等等，也有與敵方首領的 BOSS 戰。除了俯視角的遊戲模式，還增加了橫版測試圖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下，可以移動、跳躍，還能匍匐前進，同時也要躲避敵人的偵測。有的區域得潛入水下才能通過，這個時候需要消耗氧氣罐來避免受傷。整個的劇情流程大致是在開始行動後不久，約翰充當誘餌，故意被敵人俘虜，幫助斯內克潛入敵方的叢林基地，發現敵人正用一艘貨船運輸武器。斯內克炸毀了船上的彈藥庫，並借助直升機逃脫。之後得知敵方主基地內還藏有原型機，斯內克深入基地擊敗了冒充約翰的騙子，並重新聯繫上了尼克，然後聯繫上了雙面間諜詹妮弗。根據詹妮弗透露，敵方的指揮官正計劃在全球範圍內發射核彈。當斯內克接近指揮官的巢穴時，尼克被殺，詹妮弗身份暴露，也被俘虜，最終與敵方的指揮官見面，原來就是初代裡的 Big Boss。這裡他的身體經過了機械改造，最終擊敗 Big Boss， 救出了詹妮弗，摧毀敵方的武器。由於這部作品只發行了歐美版，正式的遊戲名用的是斯內克的復仇，也沒有小島參與。在日本 MSX2 的版本才被認為是正統的續作，單從本作的素質來看，屬於中上乘的水準，相比紅白機初代更加強調潛行的玩法，不過相應的設計依然比較差。房間裡的補給品離開之後再進入，可以反覆的獲得，也削弱了緊張感。新加入的橫版內容倒是豐富了遊玩的元素，個人評價3顆星。深入地下城4黑色妖術師，蜂鳥軟件開發的地下城系列的第4部作品，也是最後一部了。前3部的發行時間分別是86年的12月、87年5月和88年5月。前2部是磁盤版，第3部發行的卡帶。這個系列熱度一直不高，而且平台單一，能夠堅持發到第4作還挺讓人意外的。而且本作的發行方從前3部的史克威爾換成了阿斯米克。有一個老套的故事背景，在一個劍與魔法的世界裡，曾經有3位英雄擊敗了魔王賽馬，現在邪惡的賽馬回來了，3英雄之一的弗雷多被殺害，他的兒子為了替父報仇，踏上了與賽馬決戰的旅程。整體的玩法還是和前3部一樣，第一人稱的 3D 地牢，基本的系統也相似，不過和第3部間隔了2年的時間發售，加入了很多新的內容。相比之前地牢加簡單的城鎮結構，這一座的世界要廣闊得多，是完全的第一人稱 3D 開放世界，地牢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一開始出現在城鎮，進入房間和 NPC 對話，角色還有半身的例會，互動的選項也比較多。探索的過程中能穿過森林等場景，在不同的城鎮之間移動。之前系列的第3作首次採用了多人組隊，但由於平衡性太差，導致評價很低。本作在平衡性的調整上下了一番功夫，難度曲線也變得比較合理，移除了前作當中自定義角色的功能，同伴角色是預設好的，新增加了能召喚怪物作為臨時的隊友，
恢復了角色升級時隨機提升屬性的傳統機制。另外，除了主線的故事找其同伴對抗魔王之外，還可以接 NPC 的支線任務，像是尋找財寶、採集草藥、護衛商人這些，完成後獲得獎勵道具、經驗值或者金幣。還有一個隱藏的對抗巨龍的任務。這一作的各種玩法和設定都很傳統，但內容做的都比較扎實，受到上一作名聲的拖累。而且同时期 RPG 遊戲比較多，游戏的銷量不佳，也就沒有後續的作品了。整體來說，本作的素質算是不錯的，個人評價3顆星。數碼惡魔物語：女神轉生2，由阿特拉斯開發、南夢宮發行的女神轉生系列的第2部作品。上一作是1987年9月發布的，在第26期節目裡介紹過。本作延續了該系列的特色，並銜接了後來的第3部作品，也就是阿特拉斯的真女神轉生。南夢宮發行的前2部在1995年以重制合集的形式在超任上發布，並命名為舊約女神轉生。前作的故事是根據日本的作家西谷史的科幻小說改編，而本作的劇本是原創的内容，與前作的劇情也幾乎沒有關聯。公元2036年，世紀末的大爆炸將東京夷為平地，爆炸產生的次元裂縫中湧現出惡魔，世界陷入一片混亂，幸存者們躲避在地下的避難所裡度過餘生。主角和他的朋友正在地下的避難所裡沉浸於角色扮演游戏《惡魔克星》當中。一个名叫帕祖祖的惡魔出现，他自称是神的使者，并告訴2人他們是神選中的救世主。東京被一個名叫巴爾的魔王統治着，他賜予主人公一個惡魔召喚的程序，並賦予他的朋友魔法之力。前作當中的系統和玩法的特點在這裡都有保留，也加入了新的元素。一開始主角自定義名字，然後分配屬性點，參數的上限從之前的20點變成了35點。除了升級之外，也有其他提升能力點數的方式。進入遊戲後，最明顯的變化是新增加了2D 俯視角的場景，可以像當時大部分 RPG 遊戲那樣探索。武器裝備的種類變得更多，武器有槍和劍2類，面對不同類型的敵人各有優劣。裝備細分為頭部、軀幹、手臂、腿部和配飾這幾類。地牢迷宮依然採用第一人稱 3D 的形式，在 3D 區域行動和前作一樣要消耗磁鐵礦，也有月靈系統，實時狀態顯示在屏幕的左上方，月靈會影響敵人的實力與惡魔談判的成功率等等。該系列最大的特色惡魔系統在這裡有所發展，招募惡魔的過程更像是在談判了，而不是簡單的給予他們一些東西。傳統的2個惡魔融合的規則更加容易理解，在此基礎上還新增加了3體融合，另外新增了天使、怪物、瘋子和機械等惡魔的種類，惡魔的數量也大幅增加。魔法系統也有更新，火、冰、雷、衝擊、詛咒以及輔助的魔法體系得以確立，並在後續的真女神轉生系列裡沿用了下來。另外，本作還引入了多結局，這裡的多結局不是像當時大部分的遊戲僅僅在最後呈現不同的圖片或者文字，而是根據選擇將故事真正帶到了不同的分支劇情，儘管內容也不算很多，最後不同的劇情內容也很有深度，這裡就不過多的探討了。總體來看，這一作在之前的基礎上全面的優化，各種惡魔的圖形繪製依然很有特色，遊戲的 BGM 很出色，惡魔系統也更加的成熟，平衡性經過調整之後比前作有所改進，但還是有些問題。戰鬥的節奏比較慢，是現在體驗這個版本的一大障礙，個人評價4星半。忍者龍劍傳2：暗黑的邪神劍，特庫摩的經典動作作品， FC 上忍者龍劍傳系列3部曲的第2作。前作發布的時間是88年的12月，在第45期節目裡介紹過。這一作依然有3個版本，而且日版和美版的發布時間挨得很近。故事發生在初代的1年以後，前作中血鬼王被隼龍擊敗，出現新的敵人，黃泉一族的首領凶魔天帝阿修塔爾。為了復活血鬼王，阿修塔爾綁架了系列的女主角艾琳作為復活的祭品。美國特種部隊的成員羅伯特找到隼龍，告知他情況之後，請他協助除掉敵人。2代的系統玩法和1代相同，一些細節有修改和新增。最主要的變化是主角攀住牆壁後可以上下爬行，這個修改加強了動作的連貫性。在忍術上新增加了分身之術，獲得紅色頭像的道具後增加一個影分身，跟在主角的身後，不僅能模仿普通攻擊，還能模仿各種忍術，免疫敵人攻擊的同時還讓攻擊的火力翻倍。
只要角色不掛掉就可以一直持有，最多同時擁有2個影分身。忍術和道具方面還有其他細微的調整，使用忍術要消耗忍術點，初代裡得到補給最高能到99點，而這一座必須通過獲得龍神卷軸的道具來提高忍術點的上限。一些補給類的道具補充的點數相比前作更加的慷慨。另外前作當中火焰之舞、手裡劍、風車手裡剑這些忍術技能都有保留，但消耗的忍術点都增加了。初代的回旋斩被新的忍術火龙弹替換。故事分成7個章节關卡，每個關卡按場景又分成了幾個小段，章節之間穿插劇情演出。來到阿修塔爾的巢穴拉夏之塔，他用邪神剑偷襲了隼龍，羅伯特趕來救場，幹掉阿修塔爾並趕到祭壇後，邪鬼王依靠邪神之力復活，並以邪神劍為鑰匙，只要吸取了足夠的鮮血和力量，就能打開黑暗之門復活邪神。邪神復活所產生的強大能量殺死了艾琳，但擊敗了最終敵人之後，龍劍的力量又讓艾琳復活了。本作和初代相比，系統玩法沒有太大的變化，制作精良，各項基本的素質依然過硬，解決了初代裡一些影響體驗的部分，完成度要更高。新加入的影分身被認為降低了難度，有些爭議。另外，2代的劇情在3部曲當中屬於比較弱的，故事相对老套。雖然對於當時的動作遊戲來說，劇情並不太重要，但作為一款續作，有精美的過場演出，連續的劇情也是遊戲的賣點之一。這麼看就弱了一些，個人評價4星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還請多多點讚、評論以及訂閱關注。咱們下期再見。